是这样的，我现在碰上一件麻烦事，我与大齐合作被一个人发现了，那个人油盐不进，我实在头疼得很。是什么棘手的事儿？奴家可以帮公子吗？那个大人你之前见过一面，对你念念不忘，所以想要见你一面，让你陪陪他说说话。你别担心，这一次的任务不会很长时间，也就几天而已。我和你说了，这件事情非常的安全，就陪陪他，就当做帮我一个大忙，这样不好吗？公子，你这说的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公子把我当什么人了？刚才我们不是还做了那事儿吗？你觉得你是什么呢？你的命都是我给你的，你的身子自然也是我的，而且让你尝尝男欢女爱的滋味，难道刚才舒服的不是你吗？公子，那是我的第一次，而且奴家也的确是喜欢公子，并且希望留在公子身边，也求公子能够给奴家一个身份，要不然奴家真的不知要如何自处。身份？你想要什么样的身份？奴家只要能够留在王爷的身边，什么样的身份都可以。你既然这么说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其实身份什么东西都是虚假的，你也知道，那种东西就是听上去好听，但一点用也没有。既然你如此拎得清，那么我就没有必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反复的解释。明天晚上你就去陪张大人喝一喝酒，然后跟他吹吹枕边风，让他把扣押我的那一批货赶紧放出来。你是我手底下任务做得最好的人，我向来都是非常的看重你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好的，对不对？公子，可是我是你的女人啊，你怎么能够让你的女人去陪那个张大人？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女人，我只能让你去做，交给别人的话我并不放心。还是说你对我喜欢的非常的浅薄，就连这么一点简单的事情你也不愿意做吗？公子，这件事要是能够交给别人做的话，那就交给别人去做吧，因为在奴家的心目中，奴家已经完全属于公子，奴家是一点都不愿意让别人来碰自己。早就和你说过了，张大人曾经见过你，也只看上了你，要是突然换了别人，岂不是惹他发怒了？你向来都是非常懂事和听话的，怎么在这件事情上面这么的执拗？你要是再这样的话，我可就生气了。公子莫要生气，奴家没有别的意思，但是这么做的话……你刚才不是挺主动的吗？我以为你挺喜欢这种事情的，怎么现在突然矫情起来了？当初你留在秦玉修身边那么长时间，你不也答应的挺痛快的吗？现在也像曾经那么懂事不就好了？公子，这件事和秦玉修又有什么关系？你在秦玉修身边那么多年，你也伺候他那么久，你连一个瘸子都可以伺候得下去，为什么就伺候不了张大人呢？可是秦玉修当初是公子让奴婢去接近的，奴婢这么做是为了公子的雄图霸业，要不然奴婢可不是那么随便的一个人，更不是随便一个男人，奴婢就一定会跟着他走的。你知道的，我向来对人没有那么的有耐心，你也是我第一次如此有耐心哄着的人，你以为我是在询问你的意见吗？公子心中可有过我，可爱过我？傻丫头，谈什么爱不爱的，有什么意义？能把事情做好才是最重要的。有时候想太多，只会让我们徒增烦恼。说是奴婢觉得有意义呢。你觉得爱不爱的可以当饭吃吗？难不成今天我说了爱你，我梦寐以求的东西就可以直接到我的手上了吗？不爱，公子就可以对我做那种事吗？你不爱秦玉修，不也可以在他身边虚与委蛇这么多年？所以我们都一样，你就不要想太多，你在这儿好好休息。等下会有人带你梳妆打扮，等明日天亮了，你就去见见张大人。或许你挺喜欢的也不一定，这世上有很多事情都是这样不讲道理。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这些人是你可以随便动的吗？
些人我不喜欢，但是公子要是就这么杀了我的话，那你身边可是无人可用了。这就是你的目的？不，我的目的是让公子眼里只有我一人。好了，现在公子可以动手了，公子想杀了我就杀了我，我能死在公子的手上，死而无憾。贱人！奴婢还得去见张大人呢，恐怕得重新梳妆打扮了。只要魏琪还用得上他，他就不会有性命之忧。不仅是张大人还在等着他，还有秦玉修那边没有处理。娘娘怎么看待有竹师兄说的那些话？难道这世上真的有借尸还魂的事情？你难道不觉得奇怪？那个南洛清竟然会那么多的事儿。以前的南洛清可从来不存在什么会医术、会救人，还会做饭，还有心计。以前的南洛清啊，就是一个草包，更是一个什么能耐都没有的人。这样的人，你会信他是同一个人吗？那就是说，那个南洛清早就已经不是南洛清了。很有可能是如此。这个女人绝对不是以前的南洛清。新的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跑出来，应该没人知道。娘娘，那么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决定？这样的人留在王爷身边肯定是不行的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应该让王爷知道这个真相，这样一来，王爷才可以好好的保护自己。这是一个办法，可以让他来见我一趟，我和他好好说说，让他看清楚南洛清的真面目。云太妃虽然一次都没有见过南洛清，但是对他的敌意无疑是巨大的。这样的人，他绝对不会让他舒坦半分。王爷和唐月梳妆的手艺都不成多让，要是可以的话，王爷以后可否日日为臣妾梳妆？有何不可？王爷公务繁忙，哪有时间天天为臣妾梳妆啊？那就不处理这些公务好了，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儿。那在王爷眼中，什么是最重要的？你不知道？妾身不知道。如今最重要的就是你。秦玉修鲜少说这些令人肉麻的情话，但是每一次开口都会让南洛清狠狠的心动。过2日我们就会上京了，这儿的风景这样好，倒是和上京显得格格不入了。娘娘要是喜欢的话，可以在院子里也这么种，就可以做的和这儿一模一样。就算能够模仿这儿的风情，也是不能模仿这儿的一切。娘娘可知道云太妃是什么人？云太妃，她不是那个宠着楚轩儿的人吗？还是王爷的长辈。我听说她和王爷关系不错，也在这慈云寺里。的确，按理说这样的人在慈云寺颐养天年，也不会管太多的事情。可是这一次偏偏有了点问题。就是在云太妃身边的云硕，昨日与今日都来找王爷了，只不过都被奴婢给挡了回去。他说的话漏洞百出。啊？怎么样的漏洞百出？就是云舒说太妃娘娘病重，一定要让王爷单独去见她。但是奴婢去查了，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。最近几天，那个云太妃一顿还可以吃3碗饭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病重？一定是云舒那个人胡说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把王爷骗过去。骗过去做什么？奴婢觉得这件事情可能与娘娘有关系。那个郡主的事儿，太妃应该是知道了。她知道以后就各种与娘娘作对，就是为了给她报仇。你说的对，云太妃就是冲着我来的。啊？那可怎么办啊？能躲得了一次，可不能次次都躲开。不怕，我倒是想看看她葫芦里到底埋的什么药。娘娘这个样子，
就和大病初愈差不多了。去会会南洛清。玉王殿下，太妃娘娘病重，可能没有多少时日了。娘娘就想见一见殿下，这才让奴婢搀扶着来。你这丫头还真有意思，你家太妃好端端的站在这儿，你却哭成这副模样，这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在哭丧呢。你这是见不得你家太妃好吗？娘娘，你不要听她胡说，奴婢恨不得拿自己的命来换娘娘的命。秀儿，我不知道你来了慈云寺。这么多簪子，就算我一天换一个，那都可以戴1年了。这样天天看到的就是不同的你。太妃既然病了，怎么不在床榻上躺着？来这儿吹了风，身子恐怕又不好了。好了，我也不知道我还有多少时日，可我就是盼着能见你一面。若是你在上京的话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但是你在慈云寺，我就觉得这一面总归是要见一下的。只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，如今就是见你一面也如此的困难。不愿意见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玉王殿下有所不知，前面2次奴婢带着娘娘的命令来请王爷见一面，可惜每一次都被王妃身边的丫鬟所阻拦。但是娘娘病重，奴婢是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安峰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王爷息怒，但是属下是得了太妃娘娘的命令去见你，就是去的时候王爷正在娘娘身上绘画，属下根本就没有机会开口。太妃，那日的确是本王有事，所以才没能听到你的话。没事儿，不就是身子不太舒服，又想你想得厉害吗？就是想要与你说说心里话。你有了王妃的事儿，我也是知道的，只不过当时就觉得你们2人是被陛下指腹为婚，也不是什么好姻缘，我就没有去参加你的婚事。没想到洛清这丫头这么招你喜欢。太妃，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这一次你来是为了什么？你也别往心里去，你知道，像我这样年纪大的，就是稍微听到一点事就会装在心里，然后怎么都想不明白，就想着你以前那么的辛苦，吃了那么多的苦，可不能前功尽弃呀。而且色字头上一把刀，不是吗？太妃，你病了，就好好在慈云寺休养。听听你说的，我觉得很有道理，的确是病得厉害，说话也不利索了。听说玉王妃得罪了不少人，这一次是连药神谷的人都得罪了，这件事恐怕是没有办法善了。你说这不是让我白白的担心吗？娘娘年纪大了，就是听这种消息听多了，夜里根本就睡不着，这不还把自己给弄病了。王爷若是为了太妃考虑的话，一定要管好玉王妃娘娘，可不要让她再做那些离经叛道的事情出来，到时候害的不还是王爷您吗？病得厉害。南洛清，你眼里到底有没有长辈？你这么做是一点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啊！秀儿，
你看看你这好王妃，竟然做出这种事情来，以后可还得了？真是抱歉，是晴儿手没有拿稳。其实无论是谁被太妃这样骂，怕是都拿不稳茶盏吧。太妃，你的脸，太妃，你这人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你竟然还在妄想着得到修儿全部的宠爱，你当真是好心机。病得不太明显，就可以在脸上画这种病态的妆，然后对着青儿一顿控诉。不是，你既身子不舒服，那就好好的在慈云寺里休养。修儿，其实我们这心也是好的，只不过是用错了方法。既然这件事就这么过去的话，那就不要再继续提了。云舒就是一个下人罢了，他哪敢擅自做主啊？有什么主意不都得听娘娘的吗？如果娘娘不同意的话，那么云舒又怎么敢在娘娘的脸上涂涂抹抹的？这哪有你一个小丫头说话的份儿？你难道没有看到我们几个主子在说话？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智慧主子的事儿？疼吗？不疼，倒是痛快得很。太妃娘娘还是这么有力，看来这么多年过得还不错，精神也养得极好。秀儿，她不过是一个下人罢了，难不成你连一个下人都要护着？你这样可太令人伤心了。还记得以前，你可不是啊！你怎么能公然打太妃娘娘？太妃，洛清不是故意的。道歉什么？本来就不是你的错。还是王爷明事理，妾身不委屈。有本王在，本王倒要看看谁敢让你受委屈。秀儿，这一切都是云舒这个丫头自作主张的。我一开始就没想在脸上化什么妆，也不想说玉王妃什么，就是云舒这丫头多事儿，才出了这么多事情。哼，既然是她多事儿，那就把她赶出去，免得以后又给太妃出馊主意。秀儿，这丫头你看着处理吧，我年纪大了，管教丫头不力，他们也不愿意听我的话，这才发生这么多事儿。那就送出去，随便找个人家打发了。王爷，妾身那儿倒是有几个不错的丫鬟，个个机灵聪慧的，手脚也麻利，而且还忠心护主，到时候给太妃娘娘送过去。不必，丫鬟哪儿没有，我随便找2个伺候的人来就是了，哪需要你们费心。云太妃不是病重吗？既然病着，这种小事就让小辈来做。这2个丫头是本王妃调教过的，太妃娘娘放心就是了。我说的是不需要玉王妃娘娘费心思，不过是几个丫鬟罢了，我可以自己找，这好意我就心领了。王爷，难道妾身做的不对吗？那个云舒喜欢阳奉阴违的，这样的人就不应该留在太妃的身边。可太妃娘娘年纪已经大了，这身边若是没个伺候的人，我们岂能放心？那就让这2个丫头跟着我。秀儿，我们都这么长时间没有见了，要是可以的话，你与我见一面，我有一些话与你说，那些东西倒是挺重要的。王爷去吧，妾身做好吃食等王爷回来。秀儿，这个地方你都多久没来了？是不是都已经忘了？这么多年没见，你倒是变了许多。太妃有什么要说的，就开门见山的直说，没必要扯那么多并不太重要的东西。秀儿，你怎么变成这样？你难道忘记了
你爹娘的血海深仇，还是说你忘记了你的使命？就因为那个女人对你的迷惑，你就什么都不管了吗？与青儿没有任何关系。怎么会没有关系？明明以前的你不是这个样子的。这些仇我都记着。修儿，这件事很重要，我不是在和你开玩笑。我之所以在慈云寺，就是厌烦了外面的纷争，想要在这儿图一个清静。哼，你既然都可以在这儿图一个清静，为什么青儿不可以来这儿图一个清静？我知道你这么说是因为还相信南洛清那个女人，但是这个女人比你想象之中的还要复杂。她说的话全都是骗你的。你以为她还是以前的那个南洛清吗？难道你不觉得她的所有的言行都非常的古怪？难道你不觉得他与以前大家口中的南洛清判若两人？这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，你为什么全都看不见？只是听那南洛清说的三言两语，你这样让我怎么放心？你说的这些一点根据都没有，不要再胡言乱语了。你要是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元一大师。南洛清在这儿住了这么长的时间，还与元一大师有不短时间的接触，其实都在治疗他的魂魄不足的症状。而元一大师这样刚正的人，还是被南洛清这样的人用银子所收买。南洛清在慈云寺花了不少的银子来修缮，你也看到了。如果不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利益牵扯的话，南洛清舍得花这么多的银子做无关紧要的事儿吗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你难道不觉得这个女人是会妖法的鬼魅吗？这样的人还能怎么处理？自然是要把她烧死，这样才可以烧得干干净净的，不会留祸害。云太妃，你既然不了解他，就不要这么说他。我与你说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还是如此的执迷不悟？你怎么就那么笃定南洛清不是秦红叶那样的人？他留在你的身边肯定是有别样的目的。你要是不把他弄死，以后会反噬到你的身上。我既然爱他，我自然是信任他的。不管他是什么身份，不管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，我都信他。我与你说了这么多，你为什么还是这般执迷不悟？那南洛清到底有什么好的，让你这么着迷？我看真正需要驱邪的人是你才对。你看看你现在针对洛清时候的丑陋嘴脸，你还说你是吃斋念佛这么多年，哪个心怀慈悲的人会说出这种话？我这哪儿是针对南洛清？他如果不是做了这么多丧尽天良的事儿，我何必针对他？我之所以会针对，不就是因为我是为了你，为了百姓吗？上京的正兴堂是他开的，他养活了上京上百口的工人，让他们有饭可吃，有家可回。前几日在慈云寺又治好了上千个人，而且分文不取，就连药神谷都做不到。慈云寺破败不堪，青儿就自掏腰包来修整。他是丧尽天良的恶毒的？你是从哪儿看出他恶毒的？你呢？你在这儿这么多年，又做了什么事儿？又如何可以和他相提并论？
可是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他这么做不过是障眼法罢了。他如果不这么做的话，你又如何能相信他？这个女人当真是有心机。你是什么样的心，自然就会觉得别人是什么样的。你自己有心机，就觉得青儿也是有心机的人。你连青儿的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。秀儿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？你当真是中了那个妖女的毒，所以才会这么看不清所有的真相。你不必再说了，你以后的日子衣食无忧，绝对没有什么问题。但你现在还是好好的在这个地方住着，不要有太多的其他想法。你们想做什么？你们这是要以下犯上吗？难道不知道我是你们的主子？太妃娘娘，我们是为了你好，你疯了以后的行为总是怪怪的，我们怕你不小心把自己给打伤了，所以才把你的手脚给绑了起来。你有什么需要就直接吩咐奴婢就是了，奴婢会帮你做好的。你们让秀儿来，秀儿看看你们是有多么的荒唐。誉王殿下已经离开了，离开之前让奴婢们好好的伺候娘娘，娘娘还有病在身，就不要瞎折腾了。你不折腾，我们大家也都好过一点。你要是非要折腾，那么受苦的不还是你吗？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像娘娘这样的人不会想不明白吧？你们这么做就不怕被人知晓？你们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主子？云太妃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？奴婢两个来就是为了服侍您的，哪儿敢眼中没有您呢？您就是得了疯病，就是这病吧不得了，奴婢不也是担心你的安危，才把你暂时给绑了起来吗？等云太妃你的病情好一些以后，奴婢们就把你给放开了。就凭你们几个贱人，也敢对我做什么？听说太妃娘娘以前也是个极厉害的人，以一个庶女的身份都可以做到王妃的位置上，而且抢的还是自己的都姐夫。这种事情在寻常人家都十分的少见，更何况是帝王之家呢？想来太妃娘娘绝对是一个厉害的人物，当初的宫变死了那么多的人，唯独太妃娘娘活了下来，不由得让奴婢有些困惑呢。你想说什么？哪有什么想说的，不过就是顺着太妃娘娘的话说罢了。我们两个小侍女不过是想要本本分分的过完这一生，主子的吩咐我们自然是要完成的，太妃娘娘也就不要挣扎个不停了。好，一个两个的都被他迷得神魂颠倒，就连那些忠言都听不进去。到底是忠言还是只是太妃娘娘的私心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娘娘，奴婢有要事要禀报。可是关于云太妃的事情。云太妃辱骂了娘娘。意料之中的，可有什么稀奇的骂法？他什么身份有资格说这种话？这件事完全都是他自己做出来的，竟然还妄想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别人的身上，真不理解这种人怎么会是誉王殿下的长辈。奴婢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他说都是娘娘在誉王殿下身边吹的耳旁风，才会有这么多的事。除了这些还有其他的吗？其他的不过是很奇怪的话，奴婢觉得娘娘如果不爱听的话，那还是不说了。说来听听。就是云太妃竟然说娘娘是个妖媚，说娘娘你不是人，可是奴婢们知道娘娘怎么可能不是人呢？什么？娘娘不是人？我看她才不是人呢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娘娘如果不是人，那么也是这世上最美的仙子。不是人？娘娘恕罪，奴婢没有那种意思，奴婢不过是转述了云太妃的话。云太妃这个人大概率是已经疯了，所以才会说出这么多的风言风语，娘娘可千万别放在心上，去坏了身子可不好。不是人那是什么？奴婢听到的不多，
就是听到云太妃和誉王殿下说起这件事，说娘娘不是娘娘，而是鬼魅。什么不是人？如果娘娘不是人的话，那么她算什么东西？腾月姑娘也别气，其实就是随便提了一句，对外已经说云太妃疯了，疯子说的话自然没什么可信度，娘娘和姑娘放心好了。就算是没有可信度，也不能让她这么诋毁娘娘。别以为她自己在慈云寺的时间长了一点就可以胡言乱语，她要是真有那么厉害的能耐，怎么不去当元一大师的徒弟？姑娘说的自然是有道理，不过云太妃在我们的手上，奴婢觉得应该没什么大碍。做得不错，你们先下去吧。娘娘似乎很在意那句话，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在意，不过是一个疯子的风言风语罢了。没什么，你先下去，有些事情我要自己才可以想清楚。等等，你们先下山，把我们的资产清算一下。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清算资产？你去办就是了。倒是被无关紧要的人耽误了这么长的时间。这秋县还有一点就要竣工了，你且再等等。王爷刚从云太妃那儿回来，可是有什么话要与妾身说的？有什么可说的？云太妃都已经疯了，以后见她的次数也不会多了。可云太妃说妾身不是人，难道王爷一点也不在意吗？那我怎么样？王爷真的不介意吗？这没什么好介意的，本王喜欢的人是你，与那些细枝末节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的确不是以前的南洛卿，我是来自一个遥远的时代。那你会和突然来到这儿一样，突然消失吗？妾身还以为王爷会在意呢。这种事情有什么好在意的？又不是你的错，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。你在这陌生的国度里，面对陌生的人，这一切更不能直接怪在你头上。你若不弃，我便不理。贱人，你还敢来？听说你手上有对付王爷的东西，本王妃来看看。休想！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想要知道关于修儿的秘密，我就一定要告诉你不成？你手上到底有什么东西？这东西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告诉你。你与秦玉修就慢慢的找去吧。娘娘，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办？这个女人看样子是真的疯了。既然已经疯了，那么说的应该是胡话。既然是胡话，我们没有必要在她的身上浪费时间。看样子应该不是胡话，而是真的。你以为你这样说就可以拦得住本王妃吗？既然你藏着那么多秘密，本王妃现在也有的是时间，那就陪你玩一玩。我不想说的话，你又能拿我怎么办？我就是要让你们后悔你们一辈子都在找寻的东西，让你们一辈子都找不到。你不是说你非常的看重王爷吗？既然是王爷想要的东西，你为什么不直接拿出来？这种话也就只有你能信了。其实王爷他非常的傻，之前不论我说什么他都信什么，可是他又不是我生的，我怎么可能对他掏心掏肺呢？他不过是我想要往上爬的一个工具而已。可王爷对你一直都不错。什么不错？他自己在上京吃香的喝辣的，把我留在这个穷乡僻壤里，这算哪门子的不错？如果没有王爷在的话，你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。活下来的所有机会都是我自己争取的，和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当时秦玉修那么小，如果不是我把他从宫里带出来，你以为你会有今天？哼！可本王妃记得，
当初把你们带出来的是龙旗，而龙旗只认王爷当主子。如果不是你死皮赖脸的跟着王爷，怕是你现在坟头草都有一人高了。王爷给你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，是你自己贪得无厌。我是王爷的长辈，我就要那么一点东西，有什么错？我不过是想要过得安稳一些，又有什么错？那王爷又做错了什么呢？曾经的帝后又做错了什么呢？你只是一个庶女，按照你的身份你也当不成王妃。是帝后看你可怜，所以才把你收在身边。你从始至终获得的一切都是别人给你的，哪一样是你自己应得的呢？云太妃，你不仅不感恩，还想着报复你的恩人，简直是恶心至极。南洛清，你也别把自己说的多么的高高在上，难道你与王爷在一起不是利用吗？像你这样的女人，又能有几分真情？那你可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到底是什么样的吗？在云家的时候，我因为是庶女，从来不招人待见，明明是个主子，过得却比奴才还要低贱。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往上爬，如果不往上爬，我就会被人踩死。家中只有那个嫡姐对我是笑脸相待，我知道这个的确模样好，有能耐，以后肯定是人中龙凤，我就跟着他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但是你以为我喜欢这样吗？那个男人连正眼都不带看我一眼，如果不是我用了一点小办法，我怎么能够到他的身边去？可是即便他娶了我，他也不愿意碰我一下，所以我一直都没有身孕。其实他们看上去那么的冠冕堂皇，不就是想要我帮他们养大秦玉修吗？他们这样的人，我为什么要感恩？恶毒，怎么会比得过你呢？你说这传额玉玺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？总不能是你凑巧捡的吧？还能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不就是那傻子帝后给的吗？他们给王爷留的最后一张底牌，也是不让秦红叶太过于肆无忌惮的原因。你明知道这东西对王爷来说很重要，可你还是为自己的一己之私，将玉玺给藏了起来。我真是心疼王爷当初对你的一片真心。真心有什么用？难道有了真心，就可以让我一辈子荣华富贵、高枕无忧吗？我不过是为了谋取我应有的东西罢了。所有王爷需要的，本王妃都会帮他得到。你以为你能好到哪儿去？听说宋玉卷回来了，你觉得你能够得到他的几十宠爱？你难道不知道帝王的爱非常的廉价吗？他今日喜欢你，来日就未必会喜欢你。南洛清给他喂了一颗药。你给我吃的什么东西？你给我吃的是什么？我和王爷之间的事情轮不到你来操心。你既然话这么多，那还是什么都不要说的好。以后就安安静静的，也不要扰了慈云寺的清静。你这样的人死了反而是一种解脱。你让王爷吃了这么多年的苦，那也得让你以后日日夜夜也不好过。听好了，你想死也不行。在传国玉玺找回来之前，你这条命是本王妃的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看是你为什么在这里才是。你疯了吗？你在大马路上跑什么？你还不怕死是不是？
我真是没有见过你这副模样，你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楚莹不喜欢他是直接写在脸上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他是更加愿意与南洛清那样聪明睿智的姑娘相处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他不能完全不管他祖母的病。我干什么去了？不是魏琪让你来的吗？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他难道没有和你说清楚？你这么问我干什么？我又没有惹你。那天你被三皇子接走以后就没有回来，我又不是你的心上人，难不成我还一直盯着你去哪儿了吗？你也是一个大人了，总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去哪儿了。还有，三皇子是你的主子，难不成他也会害你吗？你看我身上的伤痕。你干什么？你给我看这种东西做什么？是啊，像你这样的心性，凭什么要活下来？你以为你能好到什么地方去吗？只要身在帝王家，就只能身不由己。你以为王爷这辈子就只爱你一个人吗？男人的话你也信呢？当初先帝不也说只爱姐姐一个人吗？最后不还是娶了我？南洛清，你给我喝了什么？你以为把我毒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了吗？我就算是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。你不是说我是山精鬼魅吗？你觉得我会怕吗？喝了这药，我们慢慢的谈。你所说的可以拿捏王爷的是什么东西？你休想！就是王爷与秦红叶一直在找的玉玺。当时宫变，玉玺失踪，一连10几年都没有办法找到。秦红叶也因为一直没有找到云玺而惶恐不安，生怕有人拿这件事做文章。王爷若是想要把自己的皇位抢回来，那么就必须得找到这块丢失的开国玉玺。你果然是个妖孽，你对我施了什么妖法？怎么我现在说话的已经不能随着我的心了？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？传国玉玺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我凭什么要说？说了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这可是我唯一的底牌，有了这张底牌，我想怎么拿捏秦玉修就怎么拿捏秦玉修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这个妖女，到底对我使了什么妖术？那传国玉玺到底在什么地方？那东西我肯定不是放在自己的身边，我自然是已经藏起来了。要是被人知道我把传国玉玺放在什么地方，那不是轻轻松松的被你们找到？怎么找到传国玉玺？一五一十的说清楚。就在云太妃脸上挂着惊恐，然后就把自己藏了10几年的传国玉玺的位置给说了出来。南洛清就派叔叔去找一趟，不过这一趟要去上3个月的时间，毕竟路途遥远。南洛清，你竟然用妖法从我这儿把所有知道的消息全都骗走了，你可真恶毒！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，就像是一个随便的青楼女。行，你不看是吧？那我和你说发生了什么事。三皇子把我带到了住处去，我还以为他责怪我任务做得不好。其实这么长时间没把秦玉修拿下，是我没想到的。三皇子怪罪也是在情理之中，但是三皇子不仅没有怪罪我，还要了我，他还说对我是真心的。然后你就变成了这个样子了，可是这也不太正常啊。你是不是知道他的身边有不少的女人？你是不是知道他身边养了非常多的环肥燕瘦？你既然知道，为什么不早一些告诉我？你想要杀我做什么？难不成我招你惹你了？你如果真的是被三皇子给针对了，那你就去找他，找我做什么？
他身边那么多的女人，倒是说只爱我一个，真是可笑。你说是不是很可笑？但是我还是不信他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当我看到那些女人时，我就在想，三皇子是不是有苦衷才会这样子？后来我才知道，我自己才是那个最大的笑话。他们所有人都知道三皇子不喜欢我，他只是把我当做一个去达成目的的工具。不管是陪在秦玉秀的身边，还是去陪在什么老男人的身边，他对我都没有丝毫的感情。哎，行了，别哭了。不就是魏琪不喜欢你吗？他不喜欢你，你不能换个人喜欢。你就这么贱，一定要喜欢他？那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吗？我被三皇子送到其他男人的床上，可见他所说的那些爱我，通通都是假的，没有一个字是真的，没有。然后呢？以你的性格，不会什么都不做吧？那是做什么？自然是把那些嚼舌根的女人都给杀了。具体杀了多少人，我已经记不得了。魏琪那样的人会同意你这么做吗？我做事为什么需要他同意？错了就是错了。然后呢？魏琪碰见这种事情，怎么可能不生气？你是怎么把他给哄好的？哪需要什么哄不哄的？在这种紧要的关头，你觉得三皇子会要我的命吗？如果他要了我的命，谁去帮他做那么多事儿？谁又帮他拿下秦玉修？那你以为不能当街追人？你追上秦玉修之后，你想说什么？而且南洛清还在，你想与他正面的争执？你这么说，是觉得誉王心里已经没有我了？那怎么可能？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怎么可能说放下就放下？我又不是秦玉修，你这么问我，我去问谁啊？你要是可以的话，那你就去问秦玉修，反正与我是没有任何的干系。我会让他心里重新爱上我的。你说你一定要得到秦玉修的心，但是你喜欢的不是三皇子吗？你别管我太多的事儿。等等，你这样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喜欢还是不喜欢？我看你倒是挺喜欢的，毕竟你愿意去追秦玉修的嘛，却不见得你要去追三皇子的嘛。这里面的感情，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？你别胡言乱语。你还不承认了？那好，我这样问你，你看着秦玉修与南洛清在一起的甜蜜模样，心里更加不舒服，还是看着三皇子与那些院子里养鱼的莺莺燕燕在一起更加的不舒服？好像是誉王殿下。这就对了吧？你喜欢的其实是秦玉修，因为当初你与秦玉修朝夕相处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情根深重了，只不过你自己不知道而已。对，我是想他，我想与他在一起。我需要你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？帮我杀个人。什么？我是一个商人，我可不是什么杀手。你要是缺人动手的话，你就让三皇子帮你。说我做不到。三皇子的势力不在大齐，这件事要是暴露的话，对三皇子不好。那为什么这件事让我来做？我看上去就是可以随便被牵连的。你难道不想要你祖母的药了？有了那药，你就可以离开这个地方，回你的江南去。以后所有的事都与你没有干系。那药我的确是要，但你让我杀人，我根本做不到。只要南洛清死了，那么这个任务我肯定可以完成。你就不用再浪费那么多的时间在上京，你以后想去哪就去哪儿。但是如果你不做的话，那么到时候你的祖母能不能活下来都两说。杀南洛清？你还在发疯呢？南洛清身边是可以随便有人接近的吗？我对南洛清那个女人最多就是欣赏，没有其他的什么想法。但是我与她也没有什么仇怨，我为何要杀她？行，你不愿意动手，那我就让别人去。你这么做又是什么意思？你把我困在这个地方，我也不会答应你的条件。未必。宋玉犬拿出一根银针，扎在了他的额头。
楚莹就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以后神情也变得涣散起来。她在毒针上涂抹了一种叫做提线木偶的蛊毒，中了这个蛊毒的人1个月以内都会听她的差遣。她一共也就只有这么一个，还都用在了楚莹的身上。我让你去接近南洛清，成为他最好的朋友，不论是用什么办法，都一定要成。好的，主人。王爷刚才可是看见了什么？妾身刚才看见了宋玉泉。看来是傅毅处理的事情没有处理干净，让他还在这上镜。王爷还真是不懂得怜香惜玉，妾身余光可是瞧见他追着马车跑了一段不短的距离呢。可能是有什么话要和王爷说，如果王爷看见他了，还是从他的身侧经过，那他岂不是很难受？他宋玉泉的事情和本王有什么干系？王妃又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他身上？可王爷以前不是喜欢他的吗？妾身也不是那样小气之人。以前是还没有遇见你，如今再见他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感觉了，也不会有任何的波澜。王爷能这样想，妾身自然是开心的。难道不怕我对宋玉泉死灰复燃？那也不是，妾身啊，对自己魅力还是很有自信的。那让本王尝尝看，是什么样的魅力啊？你怎么成了这副样子？可能是那宋玉泉用的东西有毒吧，之前一直掉以轻心，没想到是一种慢性毒药。看过大夫了，大夫说只能这样，等着毒慢慢排出，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。那宋玉泉倒是出乎本王的预料。他的确是厉害，感觉他的背后有人，才会指使他这样。只不过我查了一段时间了，他背后的人还没有露出马脚。继续查，而且要速战速决。好。对了，这是之前王爷让属下查的秦泰然的罪证，都在这儿。他们母子俩在牢狱里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听说日子过得是极好的，关进去不过是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却不代表秦红叶真的想要他们的命，也是无可厚非的。继续去办你的事儿。王爷，是宋玉泉。玉秋，我来见你是有事相见，你能不能下来与我说话？我与你之间早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们早就不同路，还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为什么不愿意见我？如果我不是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拦你的话，我就连与你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你觉得本王会与你说什么？你是不是心里还有我？你从何看得出本王心里还有你？你做事从不会拖沓，也就是你已经决定的事，你肯定会去做，你不会浪费那么多的时间，多费唇舌。哥哥，你去见陛下的话，有几分把握？之前我是上过好几次奏折，可陛下没有谈论这件事的意思。我猜测，陛下是想让风头过去了以后再说。如今风头也差不多过去了，你们想出来，也不过是时间的问题。之前我们也是这么想的，还以为只不过是走个过场，第2天就被放出来。可是我们左等右等，就是没有等到陛下的消息。如今都已经过了1个月了，你都不知道我们这1个月是怎么过来的。近来是不一样了。哪儿不一样？这件事儿也是最近发生的，你们不知道也正常。但我得事先与你们说，你们知道以后不要太过于惊讶。毕竟事已至此，你们还这么想的话，只能是徒增烦恼。舅舅，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婆婆妈妈了？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你直接说就是。难道我们还接受不了事实吗？就是秦玉修的腿被药神谷的人治好了，以后他就可以如常的行走。什么时候的事情？那秦玉修的腿怎么可能忽然之间就好了？是不是消息有误啊？千真万确，我又何必骗你们呢？药神谷的人怎么可能会救秦玉修呢？要是可以救的话，早就救了，怎么会等到这个时候？好像是因为南洛清与那药神谷的紫阳君关系匪浅，紫阳君看在南洛清的面子上救治的。
怎么哪儿都有这个贱人，就凭他也配与紫阳君走得近？世事难料，没有一个人会觉得南洛清能与那紫阳君走得近，可事实的确是如此。我们就算是想改，也未必能改得了。反正事已至此，当务之急是把你们先从这个鬼地方救出来。秦玉修腿好了，只不过是暂时的，等我们出去，就把他的腿继续弄废，那么也就不怕他来抢皇位了。现在说这些东西还是为时尚早，等你们出去以后再说。那就劳烦舅舅多打点了。母后，怎么办？那秦玉修的腿好起来了，那岂不是说明皇位与我们无缘了？没事儿，一切有母后呢，你还有舅舅。那秦玉修什么都没有，即便是把腿治好了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废物一个。江山已经在你父皇的手里多年，哪是秦玉修这贼人想抢就能抢走的？你放心，等我们出去以后，一定要让秦玉修好看。苏将军，苏将军，烦请苏将军看看小女子。你们是谁？苏将军，我是南域卫，就是袁安侯的女儿，你应该对我有印象的，毕竟我是上京第一美人，其他女子可比不上我。上京第一美人南域卫，原来是你。你怎么是现在这副样子？小女子受到迫害，所以才……南洛清不是你的姐姐吗？怎么你也被她弄到地牢里了？南洛清的人眼里不仅没有任何的感情，也没有什么亲情。以前小女子与娘亲待她那么好，她却一点都顾不得。稍微有点什么惹她不高兴了，她就把我们给弄到天牢里头来。那你喊住本将军又有什么用？将军，求求你发发慈悲，救救我们母女吧！若是将军可以救我们母女，让我们做什么都行。等以后余威从这儿出去了，必然想办法报答将军。那好，我倒是可以试一试，不过最后能不能出来，还是得看你自己的能耐。多谢苏将军，若是苏将军能够把我带出去的话，小女子不胜感激。以后将军就是小女子的再生父亲。你这小女子嘴巴倒是挺甜的，本将军听得很是喜欢。那本将军可以为你试试，到时候能不能成，可就看天意了。都凭将军做主。那你在这儿等消息就是了。怎么说，苏将军愿意帮我们了？那是自然。听说最近苏家也艰难得很，也期盼能有几分破局的机会。他现在正是缺人的时候，有我们的助力，他的路倒是能好走几分。还是女儿你有办法，要不然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办了。你倒是嫁了一个好男人，那男人一点用都没有。是啊，娘是找了一个没用的男人，但玉薇，你是娘的宝贝，你可比娘厉害得多，所以要怎么做你学会了吗？你一定要好好抓住所有的机会，努力往上爬，成为那人上人。那是自然，我以后必然是要和大皇子殿下在一起的。你能这么想就好，以后娘可就得靠你了。苏将军，你看看这天气，你在这儿跪着，老奴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你还是早些回去吧，要不然你的身子骨跪出了什么问题的话，陛下一定饶不了老奴的。我的确是有要紧事见陛下一面，还请朱公公通融通融。朱公公，你就行行好。这一次皇后娘娘惹得陛下生气了许久，身子也变得差了许多。这不，陛下还在生气呢，气也还没有消。
老奴要是这个时候还把你放进去的话，岂不是故意触陛下的眉头吗？朱公公，我的确是想与陛下求情，但不单单是求情，还请公公能够高抬贵手。咱家高抬贵手？那到时候陛下怪罪下来，谁又可以为咱家高抬贵手呢？在皇中之中，谁不知道朱公公是陛下跟前的大红人啊？陛下与什么人生气，也不会与公公生气。我不过是想要见陛下一面，还请公公与陛下多说两句好话。公公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，那都好说。哎呦，我能要什么东西呢？咱家也就想着能长久的伺候在陛下左右，陛下能够安康就好。不知道朱公公身边缺不缺一个谢雨花呀？苏将军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是嘲笑咱家不是个男人？朱公公，你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有一个姑娘想要找一个门路，而且对朱公公你呢仰慕已久，就是不知道公公你是不是对她也有几分好感。若是公公你对她是有那么几分好感的话，那么我就可以为了公公牵线搭桥。苏将军，瞧你这话说的，什么姑娘呢？如果是随随便便的姑娘来糊弄咱家的话，咱家可真的是瞧不上啊！朱公公，是这样的，那个女子呢，你可能也见过，就是元安侯府的姑娘南玉薇。苏将军，你可别开玩笑啊！就算是咱家同意，人家元安侯也不舍得把自己的宝贝女儿给咱家呀。那南玉薇可是上京第一美人，这样的姑娘配皇子都是使得的，哪能给咱家呀？哎呀，朱公公，这就是你不懂了。那玉薇姑娘的确是仰慕公公许久，但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机会。如今那姑娘又犯了难，还在那地牢里关着，就连我这么一个外人看了都心疼啊。如果公公愿意帮她一把，那你们两人不就是水到渠成吗？元安侯府的姑娘怎么会在那种地方啊？哎呀，公公肯定也听说了，最近那玉王妃娘娘嚣张跋扈的很，只要是得罪了她的人，没有一个好下场啊。她们两姐妹在上京关系不好，也是人尽皆知的。这不，那玉王妃娘娘就用了个办法，把人给关到天牢里面去了。她当真这么说？千真万确呀！到时候我把她带来给公公，公公就知道真假了。那好，就明日吧。公公，不知道我与陛下相见的事儿。哎呦，苏将军这么说不就是见外了吗？我们两人是什么关系呀？咱家自然得去陛下面前为你说几句话。苏将军，你且等等，今日陛下心情不佳，你就算是去和陛下说话，陛下也不见得会说好话，还不如再等等，等后日如何？苏勇抿着唇，心道这个老狐狸是怕南玉薇不从，这从把时间改到了后日。若是明日不成，这后日也就打水漂了。既然朱公公有想法，那就都听朱公公的。